从金黄的佛手要想变成潮州人喜爱的老香黄，得经历重重考验。搓洗晾干的佛手，将开始变身的第一步。一层佛手一层盐，潮汕自古临海有盐，聪明的潮州人在明代就开始用盐腌制佛手果。等盐慢慢化成水，直到浸泡住整个佛手，盐泡长达1年。这样不仅能去除辛、苦、涩味儿，还能延长存放的时间。盐腌1年的果胚晒干退盐后，反复漂洗蒸煮，使得盐分降低。接下来再来一场甜蜜的浸泡糖渍一段时间，就到了制作中的关键一步。有點遮嘅菇啊！遮大家就知落咁蒸，落咁蒸熬做定先再蒸，蒸熬做定一隻湯。反复糖渍、蒸煮再熬制，陈立全想把9蒸9制的古法交给女儿。熬煮的核心是加入由甘草、桂皮等10幾種藥材秘制的中藥粉。把嘢蒸，一隻整嚟蒸。好，我來試下。好吧。中药浸制后的佛手果已经慢慢变黑，在接受阳光洗礼，直至果肉表面柔软，肉质有韧性，就可以准备入瓮了。就晒到起码的水分是20几，它保持就是你放时间长了，它也不会发霉。整个过程纯手工制作，陈立全坚持了30年。本来好东西就是复杂了，肯定你要用心，用耐心去按照传统的方法去做。长达1000日的守候，一个佛手果摇身变为老香黄。好的老香黄形状完整，色泽乌黑油亮，散发醇厚沉香。老香黄的老，全在它的制作时间长，而且久藏不坏，存放越久，药效越好，也更值钱。潮汕人喜欢饼食，老香黄也是做饼的好材料。将老香黄碾碎成泥，作为馅料备用。猪油加入面粉中，和面揉成油皮面团，放在一边静置。再制作油酥面团，准备好后切小块儿，一层油皮一层油酥包起来，擀面杖轻轻一压，饼皮才算完成。做好的饼皮，温柔包裹住老香黄泥，轻轻压一下，点缀上芝麻。一份潮汕特有的酥皮老香黄饼，就静待烤箱的加持了。烘烤后的老香黄饼，饼皮金黄，轻轻掰开，皮酥馅儿香，作为配茶的小吃最好不过。本地对老香黄最广泛的吃法是直接泡水，挖上1小勺，用开水冲泡开，散发特有的佛手沉香，口感酸酸甜甜，不仅可以解渴，还有开胃消滞的功效。如果没有经过9制磨练，
佛手也许只是适合摆放在案头。在陈立全一家看来，对老手艺的那份执手，也将如老香黄一般，历经时间的积淀，最终散发历久弥新的沉香。今年5月，广东大部分地方的水稻已经种下半个月，唐孟庚一家的田头才开始忙碌开来。连南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，瑶山绵延百里，房子依山而建，一排排层叠而上，是世界上唯一的台窑聚居地。这几年，许多窑民搬下山，唐孟庚一的父母不忍舍弃祖辈双手开垦的梯田，还是坚守在山上。每到耕种时节，他总要上山来帮忙。唐家的田地位于大谷坳村的半山腰，这里的窑民依然用着最古老的农耕技艺，与一头头黄牛共同开垦并守望美丽的梯田。理好的梯田蓄满水，天一黑，大家卷起裤腿，又忙活开了。我们小的时候很少有肉鸡，一到你那田，晚上又各个人都去挖田螺、捉田鸡来捕猪肉。80、90年代那时候是很穷的，我们这里。在火光映照下，田螺从泥土中冒出头来，一摸一个准。养上一个晚上，吐出泥土，放入锅里热炒，撒上山间随手摘到的各种香叶，一份富有当地特色的炒田螺就大功告成。呀，炎炎夏日，吃着田螺，呷上一口山茶，是当地人一天农忙后最消暑的享受。我来了，我講，來了那條豆腐的，不水中不有阿基呢。1個星期後，蓄水1周的梯田迎來了最熱鬧的時候。每年插秧時節，家家戶戶相互幫忙，一天就能完成一個山頭的農活，好不熱鬧。不過插秧後，唐孟庚一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放10斤左右，这种鱼种是金黄色的，都是我们自己留的种。还有的面对嘛，又快了的，这边的捞的，那还有么？这叫我捞。稻花鱼又叫荷花鱼，起源于我国2000多年前汉朝稻鱼共生、合为一体的传统农耕文化。鱼苗放入稻田中，不用饲料，吃的是落下的稻花和泥土中的微生物，供泥巴找吃的，又能防止杂草生长。这种原始的生态系统，使得鱼肉有一股淡淡的稻花香，可以卖到40块钱1斤。秋天，稻谷金黄熟透的时候，守候了几个月的美味，终于到了收获的时节。哇，很大，大丰收了！今年这个田收了30多斤，估计今年50斤左右。以前那个稻田鱼呢，我们放来是自己织的，后来呢，外面的人来就知道我们这个稻田鱼好织，就陆陆续续的过来买。取大留小，小的留作鱼苗，明年用，才能保证年年有余。
当地最常见的方法是煎鱼，把鱼切块，在油锅中煎到两面微焦，金黄的鱼块捞起后，烧开水，放入姜碎，煮出味儿来，加入鱼块，焖到汤色变白，慢慢收汁。煮好的稻花鱼，鱼鳞酥脆，刺少肉多，口感鲜嫩。农忙时节，割完稻谷，煮上一锅稻花鱼，乡里乡亲一起喝个小酒，是瑶乡人最惬意的时光。受限于地理位置，如今这里的水稻收割依然得靠人工。这么多年来，唐孟更衣和他的祖辈们世世代代守候在梯田上，田里有鱼，仓中有粮。他们用耐心与汗水守望鱼米富足的幸福生活。